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cket Talk 第一期。从去年疫情开始，球星卡和一些集换式游戏卡牌价格飙升，有些投资机构甚至将其视作投资产品进行投机。大量的资本涌入，导致单张卡牌成交价突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金。那么今天我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宝可梦卡牌收藏的现状与未来。Pokémon 这个 IP 大家一定不陌生，90年代的小伙伴们小时候一定看过宠物小精灵动画片了，小智与皮卡丘的故事陪伴了我们的成长。1996年，任天堂在日本发行了首款 Game Boy 角色扮演游戏《口袋妖怪红》和《口袋妖怪绿》。宝可梦这个 IP 迄今为止已经有25年了。那么宝可梦卡牌90年代的小伙伴们小时候应该玩过。由于正版只在港澳台地区发售，内陆地区大部分是由盗版厂商大冬瓜翻印的，因此中文正版的保有量非常的少，国内收藏大多是以日版和美版为主。当然，即使是大冬瓜版的宝可梦卡牌也具有一定收藏价值哦。现如今宝可梦卡牌价格水涨船高，让许多收藏者望而却步。那么这样的高价格会不会持续呢？如果是泡沫，什么时候会破灭呢？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宝可梦价格飙升的原因。首先，受疫情的影响，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改变，收集卡牌又一次掀起了浪潮，许多明星进入卡牌市场进行炒作，名人效益导致宝可梦卡牌热度大增。其二，卡牌评级公司根据卡的保存情况，对普通卡牌进行从1到10分的评级。目前顶级评级公司有 PSA、CGC 和 BGS。 评级卡的出现造成收藏者们对稀有高等级评级卡的极度追求，甚至出现了卡牌销售平台、评级公司对卡价进行操纵的现象，稍后将为大家延伸报道。其三，虚拟货币的增值。由于欧美收藏者中多数是以虚拟币的方式直接对卡牌进行交易，虚拟币的增值带动了卡牌价格的上浮，偷税漏税的同时，导致了宝可梦卡牌变成虚拟币的避险工具，甚至是衍生品。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宝可梦卡牌市场的近况。宝可梦评级卡的主要购买渠道是易贝和 PWCC。 易贝的话不用多说了吧，它是咱国内某宝的鼻祖，售卖的商品种类繁多，应有尽有。 PWCC 则是世界最大卡牌交易商，其最大的合作伙伴就是易贝。 PWCC 主要通过在易贝平台上每月进行定期拍卖或溢价买卖进行交易，部分高端卡牌则是在自家平台上小范围进行拍卖。8月18日凌晨，在整个卡牌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不亚于最近咱国内娱乐圈爆出的吴谦和吴尊丑闻啊！世界最大卡牌交易商 PWCC 因为虚假投标，被其最大合作商易贝直接关进小黑屋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在拍卖过程中弄虚作假，被易贝老大哥发现了，导致合作关系暂时结束，所有商品将在未来1-2天内全部下架。由于 PWCC 大部分卡牌还是通过在易贝上销售的，所以说本次事件会对卡牌市场造成直接影响。国外卡友们也纷纷吐槽。本次 PWCC 的虚假投标行为实际上是因为卡牌市场自2020年年底达到最高峰后开始回落，这是人们对目前市场的自然预判，是不可逆的周期性调整。而 PWCC 为了抑制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损失，虚假竞标、蓄意抬价，这一举动着实很不明智。总而言之，世界各行各业都会有垄断和操纵市场的情况出现，希望小伙伴们能不忘初心，无论是投资也好，个人爱好也好，不要跟风，多做调研，小心谨慎，控制好风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请点赞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